AI 视频领域的热潮啊，最近是被 Sora 2点燃的。刚发布的时候啊，以假乱真的画质、自然的语态和生动的微表情，真的非常震惊到我。我们在10月5号举办的硅谷101线下科技大会上啊，就用了一段 Sora 2生成的 Sam Altman 的 AI 视频。不过呢 ，Sora 2虽然代表了视频生成质量的飞跃，但是它依然有局限性啊，因为它本质上啊依然是纹身2D 视频，它能够生成影像，但是无法实时的交互，它是被观看的内容，而非实时可交流的伙伴。所以呢 ，Sora 2距离一些商业应用啊依然有一定的距离，因为它无法满足不能有瑕疵、实时互动，还有低成本规模化这3大核心要求。所以啊 ，Sora 2的火爆其实反而凸显了当下 AI 发展的核心矛盾。我们正处于一个分裂的时代。一方面，以 ChatGPT 为代表的大模型让 AI 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大脑，它们能推理、写作、编码，但是它们是无形的。另一方面，以波士顿动力 Optimus Figure 为代表的人形机器人拥有了强大的身体，它们能跑、能跳、能搬运，但它们还缺乏大脑，还不能达到与人真正交互的地步。也就是说啊，虚拟世界的大模型有脑无身，而现实世界的机器人啊有身无脑。那么这2条路径都只完成了未来的一半。那么在未来承担人机交互的载体究竟会是什么？如今啊，一种可能的融合方式，以及呢一种通往具身智能的路径，就是 3D 数字人。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啊， 3D 数字人的应用场景不应该是比如说游戏啊、AI 陪伴啊、主播还有直播带货这种场景中吗？其实远不止如此。因为要让 AI 真正的活过来，它不仅要能理解，更要能以人类的方式去表达，用表情传递情绪，用声音与语气沟通，用动作和形象建立存在感。而更重要的是，它被视为目前具身智能驱动层的一个重要科技突破方向，让生成式 AI 的进化从2D 到3D， 再到现实的物理世界交互。那么这期视频啊，我们就来聊聊 3D 数字人。首先来说说数字人的发展简史啊。数字人的概念并非诞生于 AI 时代，它的演进呢可以说是一部横跨半个世纪的计算机图形学 CG， 还有呢电影工业与互联网文化交织的历史啊。数字人的最初形态孕育于电影工业，也是由 CG 技术驱动的。从乔治·卢卡斯在《星球大战》中构建的虚拟场景，到《玩具总动员》作为第一部全 CD 电影带来的革命，再到电影《指环王》中咕噜这一角色的诞生，数字人技术完成了从0到1的突破。咕噜的出现是一个里程碑，它首次将演员的表演通过动作捕捉技术完整映射到一个全 CG 的虚拟角色上。这一阶段的数字人是技术与艺术的结晶，其特点也显而易见。制作周期以年为单位，完全非实时，是绝对的专业内容生产 PGC。它们是荧幕上的奇观，而非大众可及的工具。后来呢，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数字人开始走出昂贵的电影片场。2007年，日本基于语音合成引擎技术推出的初音未来，开启了虚拟歌姬的浪潮。它没有实体，却能举办万人演唱会，一个强大的虚拟 IP 就此诞生。此后，从 Ayai 到柳叶熙，国内超写实虚拟偶像相继引爆社交媒体。这一阶段，数字人的核心价值从技术奇观转向了 IP 价值。他们拥有了人设、故事和粉丝群体，但其交互能力依然薄弱，高度依赖背后的中之人，也就是真人演员或预先制作的精美内容。他们是完美的数字木偶，却不是独立的数字生命。真正的质变发生在 AI 技术，尤其是大语言模型突飞猛进之后。从微软小冰尝试用 AI 赋予聊天机器人情感，到 AI 虚拟主播开始7×24小时播报新闻， AI 的注入使其从能看到能聊、会思考进化。一个数字人不再只是被动执行脚本，而是能够理解你的问题，并且生成有逻辑、有知识的回答。至此，数字人的智能拼图就被补上了。在 AI 的加持之下呢，数字人行业逐渐分化为2条主流的技术路线， 2D 和 3D。 第一种是 2D 的技术路径，无论是视频生成类模型还是 2D 数字人平台都属于这种类型。
比如说像 Sora， 它就是一个视频版的 Stable Diffusion， 它能够生成视觉上逼真的短片，但并不能实时驱动角色进行表达或者交互。或者以 HeyGen 等平台为代表的数字人平台，它是用真人视频录制加语音驱动口型，核心机制是通过 AI 模型根据输入的语音来合成视频中人物的2维成型变化，使嘴部动作与语音对齐。简单来说，它主要是在预先录制好的真人视频上进行嘴型替换，让视频里的人看起来像是在说指定的话。这种方式的优势在于人物形象真实，因为是基于真人录制的，制作相对简单，但局限性也非常明显。第二种就是 3D 的技术路径，这种方向本质是由语言驱动身体，实时生成声音、3D 动作、表情和手势在内的多模态表达信号。它属于纹身多模态 3D 动作大模型 Language Action Model， 这区别于传统的 LLM Language Model、VLM Vision Language Model 和 VLA Vision Language Action Model。 这种方式的技术壁垒更高，但是优势在于它是真正的具身表达能力。所以呢，总结一下， 2D 数字人的核心是语音驱动嘴型的视频合成技术，让 AI 会说话；而 3D 数字人核心是语言驱动身体的实时生成技术，让 AI 会表达。那随着 AI 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对交互真实感的要求在逐步的提高，具备实时交互和丰富表现力的 3D 路线也越来越成为重要的发展方向。那么下一步就是要想真正实现媲美真人的交互效果， 3D 技术方向还有一些技术挑战，需要一个强大的技术班底来支撑了。那我们最近呢采访了魔发科技创始人柴金祥教授。柴教授可以说是坚定的 3D 数字人派，他是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的机器人学博士，是从计算机图形学界泰斗、美国工程院院士 Jessica Hodgins。我们知道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机器人研究所是全球 AI 与机器人研究的圣地柴教授当年的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如何让虚拟人具备自然的动作生成与控制能力，实现实时互动。他所在的团队也是世界上最早开始用 AI 做动画的团队之一。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柴教授的许多学术同僚，比如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副教授 Physical Intelligence 派的联合创始人 Sergey Lavin， 都是从 AI 动画领域转向了机器人研究。这并非巧合，而是因为他们很早就意识到虚拟世界的 AI 动画与物理世界的机器人控制，它在底层逻辑上是同源的。我们这个方向叫这个图形学或者动画。其实我们以前这波人其实更早的时候其实也做 AI， 我去卡梅的时候就开始做 AI 了。但是我们那时候 NLP 就是说现在大语言模型这个方向，或者做语音识别这个方向，跟我们是两个方向。就是他们做那些人，以前我们叫 Language Technology Institute， 对，下面有一个 AOTI， 我们叫 Robotics Institute， 我们完全是两个没有关系的。但在今天的话，你发觉 AI 出现，因为包括我们现在公司在做，同一波人在做大语言模型，是吧？也在做这个动画大模型，也在做驱动，是吧？也在做我们今天在做这个造人这一块，就是这个本体这一块。你会发觉，其实你 AI 有了以后，这些东西只是数据的不一样。那你串起来的时候，就使得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是认知上的改变了。你会发现，所有东西都可以做，只要你有数据。那我觉得这个是认知上带来改变。另外，发现技术上其实也是，因为它的确效果有很多时候你在做的过程中，以前你觉得很难 work 的东西，我会忽然哎哇，这东西能 work。在20多年的学术积累之后，柴金祥教授选择了 3D 加 AI 这条在当时看似不可能，但也颇具前瞻性的方向，并且在2018年创立了魔发科技。如今呢，想要生成一个高质量的 3D 数字人正如柴教授所概括的，它通常呢包括5个核心的环节。我觉得最主要是几趴吧。第一个环节就是要创建这个人的形象，这个我们叫建模。那第二个事情呢，就是说它要动起来。3D 数字人其实一样，它会要肌肉环节，我们叫 rigging， 就是说其实绑定。那我们下一步要做的是驱动，我们叫动画，让这个人能够表演了，是吧？有表情、动作、手势。那下一步呢，其实你需要的就是说，因为人身上还有头发、有衣服，那这部分我们一般叫解算，就用物理去解算。那最后一步当然我们叫渲染，这最后一步相当于就是说，这人表演的过程中，我用摄像头给他输出视频，所以整体来说就是建模、绑定、动画、解算解算也叫特效，我们也叫到最后的渲染这个五个模块
那么这5个环节传统上都需要大量的专业人工还有时间投入啊，是 3D 内容生产成本高昂的根源。而业界的新目标正是要用 AI 去重塑这个流程。在多年的技术积累之后啊，最近魔发科技呢是推出了星云平台，它的定位也很清晰，是面向开发者的具身智能3D 数字人开放平台。那么星云呢，就试图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当 AI 拥有了 GPT 这样的聪明大脑之后，该如何赋予它一个可交流、可互动、可信赖的身体呢？而要给 AI 补上这个身体，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在传统技术路径下，一直有一个不可能三角的说法，导致惊艳的 demo 很多，但是真正能够大规模商用的产品极少。我们在之前讲灵巧手的机器人系列视频中提到了机器人的不可能三角，而在 3D 数字人上也存在着这样的不可能三角，就是高质量、低延时、低成本，这3者往往是互相掣肘的。那如果要想同时做到高质量加延时低，那比如说电影级别的那种实时动作捕捉啊，就需要顶尖的图形工作站和高端的 GPU， 导致成本爆炸，不可规模化。要想做到高并发加成本低，就又必须要去牺牲质量，往往这个效果粗糙，口型漂移，动作比较机械，就有点像那种早期不成熟的 AI 数字人。但又想做到高质量加并发高，就又会导致延时严重，失去实时交互，就只能用于离线内容的生成。那么有什么样的破局方法呢？柴金祥教授就认为，魔发科技的星云平台在试图创建2个护城河，分别是纹身多模态 3D 大模型与创新性的云端拆分架构，用这样的方式来破局。第一个重要点就是我们采取了 3D 这个路径。那你能看到 Sora 2它虽然不是做驱动的，它是做视频的，它采取的是 2D。那当然2D 也有2D 数字人的这个路径。那 3D 的好处，第一个好处是说它能够精准控制人的表情、动作，包括他的手势。那 Sora 你能看到有表情动作都有，它是一些 prompt。但你说我的手要怎么动，我的脸要怎么动，我的身体要怎么动，你是控制不了的。那第二个点，因为它是 3D 其实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当你做大模型的时候，因为 3D 是结构化的数据。比如说我去描述一个人的表情、动作、手势的话，其实对我们现在 3D 的动画，不管你多复杂，比好莱坞的这个 3D 的角色，还是3A 级游戏的角色，其实你的参数一般来说就说到1000个左右，就可以描述这个人所有的表演。但你现实世界你去描述它的时候，它是个图像，那可能是1000乘1000的图像，那就100万个像素，是吧？那你去描述它的时候，它的空间很大很大。我们图像空间、视频空间的模型会要小，然后那这个相对小了以后，它就会导致它的整个的延时会低，它的实时性会高，它成本也会相对比较低一些。所以这种结构化优势使得 3D 模型在训练效率和参数量上相比 2D 视频模型更具潜力，训练所需的绝对数据量也远小于后者。当然，与互联网上泛滥的文本和 2D 视频不同，高质量结构化的这种 3D 数据是极度稀缺的。从2018年起，柴教授的团队就通过服务游戏、影视等 B 端客户和自建内容，是积累了超过1000小时的高质量 3D 动画数据。这些数据包含了细腻的表情、手势、动作和语音的精确匹配。基于这些数据，魔发团队得以实现从语义理解到声音、表情、手势、动作的全链路一体化生成。当大模型告诉数字人该说什么时，星云则告诉他该怎么说，并且实时生成匹配的语音、口型、表情和动作，赋予其表现力。那我们再来说说第2道护城河传统的数字人呢，无论是本地渲染还是云端串流视频，都极度的依赖高端的 GPU。所有的 3D 你经常去跑，你一定要用渲染引擎、游戏引擎，最好的就是 Unreal， 是吧？那 Unreal 其实你要做，你是跑不了图形卡的、显卡的，就是我们叫一路并发的时候，一路基本上叫一张卡。那一张图形卡，基本上如果你是用民用卡的话，也要2万块钱左右，是吧？如果是1000个人，那基本上成本就你很难弄了，是吧？都要2000万的并发成本，是吧？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做 3D 的人，所有人都逃不出去的。AI 时代，高昂的硬件成本是规模化的最大掣肘，而星云的架构则试图颠覆这一路径。它采用了一种创新性的云端拆分模式，在云端也可以说是大脑端，它只负责最核心的 AI 计算，也就是根据文本生成轻量的语音参数加动作参数，而不是庞大的视频流。
而在端侧，也就是本地侧，在接收到这些参数之后，通过魔法的 AI 渲染和解算技术，在本地设备上实时将参数画成最终的 3D 画面。解算跟渲染，以前这两个事情是游戏引擎干的事情，这个事情我们把这个事情用 AI 做了，就是我们用 AI 类做这个渲染，用 AI 类做解算。那这个做完了以后，使得我们不需要显卡，而且我们做的这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点，我们把它做得非常非常轻到了就是说在我们端上非常低的这个芯片，就是说不是很 powerful 的芯片都能跑。这种将对高端 GPU 的依赖转移到轻量级 AI 解算能力的做法，不仅极大降低了硬件成本，还避免了云端渲染带来的高昂视频流的带宽成本，这是实现低成本与高并发的关键所在。但以前如果说我们要这个显卡去计算的话，那主要的成本是在那显卡上，所以这个成本你可以认为基本上我们今天的终端，比如像电视机上，我们要放一个具身智能数字人，你可以对话，是吧？它可以回答你问题，那这个成本基本上是非常非常低的，这个成本低到就是说，我觉得所有的今天的大的电视机厂家都可以接受。那么归根结底啊，星云不是一个内容制作的工具，而是呢让大模型有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底层的基础设施。它的目标呢是赋能所有开发者，其商业模式也是对标大模型，按 API 的这个调用量来收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再来聊聊 3D 数字人行业的困境还有挑战。那么当然，尽管有前沿的创新尝试试图打破这种不可能三角，但是呢 3D 数字人行业想要实现真正的大规模普及，依然呢是面临3大的核心挑战啊。首先是造人的初始成本。英伟达 CEO 黄仁勋在发布会上曾经展示自己的数字人，其制作成本被业内估计高达10万美元。虽然星云平台极大地降低了驱动和渲染的成本，但是初始高精度建模和绑定的成本依然是阻碍中小企业和个人开发者入局的第一道门槛。要想实现 2C 场景的普及，也就是人人都有数字分身的愿景，建模成本依然需要大幅度下降。其次是数据的稀缺性，高质量 3D 动画数据的获取难度和成本极高，这是整个行业 AI 化的核心瓶颈。目前行业普遍处于 AI 公司缺数据，内容公司缺 AI 能力这样的尴尬境地。没有海量多样化的 3D 数据作为燃料， AI 的表现力就无从谈起。那我们的嘉宾柴教授，他对此的策略就是用高质量的 3D 数据去打基础，同时呢在探索融合海量的 2D 视频数据。我们认为最后这个数据是 3D 加 2D 的数据。我刚才讲的我们有 3D 这个数据，其实我们现在在做新的这个模型，就是有大量的这个 2D 的数据，这个 2D 数据可能被标注过的有部分，比如说人脸的大量的人脸，比如说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人脸的数据，那有各种表情啊，那可以弥补 3D 数据里面的多样性。但人脸的数据它没有结构化，因为它是2D 的，怎么把 3D 跟2D 结合起来，最后去做这个混合的模型？我们后面也会有新的一个大模型会去发布做这个事情。因为你会到最后你会发现，真正要部署下去的时候，这个模型真正要在终端用的时候，如果你真的要走商业化，你一定是要轻量级的。第二呢，我们看到则是泛化性的问题，这是 3D 数字人乃至整个具身智能领域最核心的挑战了。拿机器人来举例啊，比如说波士顿动力的机器人爬楼梯，挑战的地方就在于，如果你给它不同的楼梯高度，它不一定都能爬得很好。这就是为什么从前波士顿动力在宣传 demo 里面经常放的是同一个楼梯。那么这就是泛化性的难题，能不能做到已有数据之外的事情？就拿比如说爬楼梯举例哈，这每个楼梯的它的高度如何，有多少层的楼梯，不同楼梯本身的摩擦力是多少，这个摩擦系数是多少，那么这些都是一些要泛化的参数啊。而在今天呢，恐怕还没有机器人公司可以说任何一个楼梯都能够爬得特别稳的。那么这种从特定场景 demo 到全场景产品的鸿沟呢，也同样存在于 3D 数字人领域。那 3D 数字人呢，也是同样面临着泛化性的难题，这里边的难点有3个。
那么第一呢是交互的泛化，当下的数字人呢大多只能对应标准的问答，所谓的 SOP， 但是用户真实的提问是发散的，是充满了上下文切换和潜在意图的。数字人是否能在非标的对话当中依然保持有逻辑、有情感的回应呢？那第二个难点是动作的泛化，能否根据指令生成在各种复杂环境下的合理动作呢？那就比如说在拥挤的街道行走和在空旷的草地奔跑，那这样的形态当中，它的肢体动作和神态是截然不同的。AI 是否能够理解这种差异，并且生成非重复、符合情景的动作呢？那么第三是情感的泛化，那这是最难的一环哈。数字人能否根据对话的内容和情绪，生成真正自然而非模板化的微表情？是发自内心的微笑，还是礼貌性的假笑？是专注的倾听，还是敷衍的点头呢？那么总的来说呢，泛化性是衡量一个 AI 系统是否真正智能的关键，也是 3D 数字人从数字木偶走向数字生命的必须要去跨越的障碍。对此呢，模范的策略是区分通用能力和垂直应用。对于通用能力，大概可以分为4个方面。一方面是表达能力，比如说2个人在沟通，表情、动作、手势都是属于表达能力。第二呢是基本技能，比如说走路、跑步、开门、坐下这些日常的技能。第三呢是我们的干活技能，比如说抓个东西、开车、搬东西等等。第四是一些特殊技能，比如说有人会跳各种舞，但不是每个人都能跳。所以如果要去训练一个通用的大模型，那所需要的数据量就会太大。这个过程中它要分2趴，一趴你要去训这个基座的本身的大模型，其实我们也在做这一块。但另外一趴呢，如果说今天我们在做的具身智能数字人，更多的时候我们叫最佳实践，比如说我做银行的客服，或者我今天做的是一个 AI 的陪练，或者我是一个 AI 的面试官，它是这个岗位的最佳实践。对于一个岗位的最佳实践来说，它是不需要多样性的，因为对于一个面试官里头，它一定有一个表达的方式最好的。那如果你是加表演的话，那你的多样性要上去了，因为你需要个性化，是吧？我们这个数据其实是对于一般的走跑跳，就是日常生活的，再加上我们今天的特殊行业的，我们讲的 B 端里面，比如说我是个客服，我是个 AI 陪练，我是个展厅的讲解员，或者我是一个特定的陪伴，今天是够了。那模范在做的就是先在银行客服、销售陪练、AI 面试官等等最佳实践的场景落地，是一种小泛化，先验证价值，然后再去逐步构建通用的基座模型，提升大泛化能力。那么在未来如果泛化能力得以加强，3D 数字人所描绘的未来图景会是什么样的呢？第一个大应用场景就是让每一块屏幕活起来，这可能是 3D 数字人最短、最快也最容易实现的路径。人机交互将从遵循机器的逻辑，就是我们需要去在一个系统里点击，重新回归到机器理解人的逻辑，也就是自然对话中。从政务大厅的办事窗口、银行的自助终端、酒店的前台、商场的导购屏，到博物馆的展陈屏幕，再到家中的电视学习机，屏幕将不再是被动显示窗口，而是主动交流的服务入口。我们今天去看商业化最有价值或最容易打的，肯定是说有身体跟没身体是不一样的，是吧？就是这是最大区别。你比如说举个例子那首先从大屏，比如说商用大屏在国内，比如说我们叫 BI 的问述屏，或展厅的屏幕，或者是政务中心的屏幕，还是说酒店的屏幕，还是银行的，还是说这个商场的屏幕，这些屏幕以前只是个展示屏，那你加了这个 AI 了以后，它就变成个人了，就把一个白领放在里面，那这个价值是非常非常大的。以前是一个被动展示的一个屏，现在你可以给它互动，它可以给你回答你问题、咨询，给你呈现各种信息，所以就是有没身体差别是特别特别大的。而且在线下的过程中，用户给他沟通的时候，他是不喜欢对着空气讲话的。比如说我语音给他交互，他给我的东西就是一个文本，或者用文本去打字，这肯定是不行的。此外，未来在各种企业网站、在线课堂或者各类 APP 迎接你的，可能就不再是复杂的 UI 和菜单，而是数字人向导。它将代替冰冷的冷操作，用自然对话完成所有服务。这一点在企业培训场景尤其突出。比如说，这个面试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面试如果我用语音去面试，我用文本去面试，那肯定是不高效的。销售其实要去陪练，他要模拟一下这个应用场景。那如果只是文本去模拟，
这个是没有什么感觉的。但如果是模拟的是一个客户就是个医生，然后医生就在屏幕里面，那我跟他对话去模拟，这种即时性跟文本差别是特别的大。此外，在泛娱乐场景里，大量虚拟 IP 都可以升级。过去的虚拟 IP 是静态的贴纸、玩偶、手办，未来它们可以被星云这样的平台驱动，成为可以实时互动、唱歌表演的数字偶像。在游戏行业里大量的 NPC 也可以升级，这恐怕是游戏行业里面的终极梦想了。未来的游戏 NPC 将不再是只会重复“欢迎来到村庄”这样的脚本角色，而是拥有大模型大脑和具身智能驱动层的虚拟生命体。他们会有自己的情绪、记忆和反应，能与玩家共同冒险，创造出独一无二的动态剧情。3D 数字人的另外一大重要应用就是与物理世界的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产生交集。我们在前面提过柴教授的一个观点他认为动画与机器人理论同源。动画呢是在虚拟世界和机器人代表的物理世界在底层逻辑上是相通的，都关乎于 3D 世界的感知、规划还有控制。3D 数字人技术呢将从3个层面极大的加速机器人的进化。那么第一呢是在运动学层面。我们在做的这个事情，其实做的是控制这个动作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叫运动学这个轨迹是吧？我能够 AI 生成。我觉得我们现在3D 的方法，在虚拟世界做，一定是100%用到现实世界，因为我的数据比它多，我就是虚拟世界的所有的数据，我要做的就是自动生成这个大模型是吧？我就能告诉他你要怎么走，他就怎么走是吧？你要到哪里去走哪里去。这个事情我觉得是一个我们希望在人形机器人整个的上下游产业链里面我们去做，因为这个东西跟我们3D 世界是一模一样的，它做了同一个事情。所以其实3D 数字人模型生成的怎么动的数据，可以直接作为机器人模仿学习的输入，指导机器人的运动规划。那么第二呢，是在动力学层面，有了运动学轨迹之后呢，就可以在虚拟世界当中通过物理仿真生成让机器人实际动起来的所需要的动力学控制，也就是如何去施加力。那第三呢，就是所谓的 sim to real， 从虚拟到现实。在虚拟世界中可以低成本大规模的去生成机器人训练所需要的在现实中难以采集的数据，就比如说各种极端情况下的摔倒与恢复来弥补现实世界中数据采集的不足，加速机器人小脑也就是运动控制和大脑也就是决策规划的进化。因此呢 3D 数字人不仅是 AI 的脸面，更是其在物理世界行动前的模拟器和训练场数字人技术的发展呢，将与人形机器人的发展同频共振，去帮助机器人从能干活的蓝领进化为会交流的白领，来共同的推动具身智能时代的到来。AI 多模态能力在2025年出现了突飞猛进的进展，而其中 3D 数字人的进化更像是一场正在发生的人机交互革命。这个赛道的探索者们希望通过底层的技术创新，试图破解行业长久以来的不可能三角。他们的核心目标是将 3D 数字人从影视和 3A 游戏中的昂贵奢侈品，变为人人可用、无处不在的必需品和基础设施。我觉得 AI 本身大模型在文本大模型上的整个的突破，它带给了做人形机器人上也很大的信心。那对于我们做3D 数字人这个动作的这个驱动来说，其实也一样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foundation 了，我应该讲。所以尽管现在行业还面临着成本、数据和泛化性的挑战，但我们也能够看到具身智能和 3D 数字人产业的技术同源性，而后者的发展反而能在很大程度上反哺机器人的发展道路。就像柴教授说的， ChatGPT 给 AI 了一个大脑，而 3D 数字人想给 AI 一个身体。那展望未来，我们与 AI 的交互呢，或许会由一个有温度、有形态、有情感的数字生命来拉开序幕，而这样的数字生命也会从 3D 赋能到具身智能，真正的与我们的物理世界产生交互，让智能和 AI 更快的来到我们身边。那我们也拭目以待。以上就是我们这期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看。那你们的点赞、留言和转发是支持我们硅谷101做好深度科技和商业内容的最佳动力。我是陈倩，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拜。